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周的一周多情。首先，我们来到杨氏集团的股东会，三太对于这次的票选信心满满。第一席董事顺理成章由陈浩当选，但第二席董事却被幸运赛门拿下。正当大家疑惑这家公司的代表是谁，郑群像赌神出场一般走了进来，介绍自己就是幸运赛门代表，同时向大家介绍合伙人成功。三太差一点就要像他爸一样气个电轰。回家后，三太便对着如萍大骂郑群，如萍赶紧安抚，但三太表示郑群已经踩到他的底线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，都是他自找的。三太决定绑架哭一叔来威胁郑群，于是策划一场家庭聚餐，但诡计早已被成功监听。成功赶到餐厅，和郑群一起救了哭一叔。回包厢公审三太，三太恼羞成怒，气得摔破烟灰缸。哭一叔被这一幕吓到，想起当年被敲昏的事，朝着三太不断大喊，然后就昏倒了。天发向三太谢罪时，无意间发现办公桌下的监听器，并暗示三太。随后两人来到洗手间，三太决定不打草惊蛇，利用监听器反击。郑雄告诉诗诗，美玲终于肯见他，也说出佳瑶手上有明月遇害当天的监视器画面。美玲因为看过监视器画面，觉得文珍可能是凶手，才会顶罪。不久后，诗诗约成功见面，并将此事告诉他。几人烦恼着要如何从佳瑶手中拿到档案。诗诗和陈浩潜入佳瑶的办公室，想找出监视器画面档案，不料却被佳瑶发现。两人不再掩饰，直接要求佳瑶拿出档案。佳瑶装死，诗诗虽然不相信，却也无可奈何。诗诗打电话给郑雄报告此事。不久后，郑雄去找文珍，开门见山地说出监视器画面在佳瑶手里，并问文珍是否杀了明月。文珍极力否认，郑雄只好离开。阿勇正在检查车子，世昌得知阿勇打算把油抽出来送验，担心东窗事发，便约阿勇去喝酒，把阿勇灌醉后偷偷调包。好哦，把汽油放在餐桌上，我还真怕他把它喝下去。世昌回到九峰餐厅，告诉玉莲，佳瑶从公司捞了一笔钱，准备和世昌一起投资9份开发案。另一头，佳瑶则向文珍谎称自己中了2000万的乐透，要文珍帮忙说服三太让世昌投资。最后文珍答应。哭一叔在家玩水枪，看到淑娟便告诉他，前几天和郑群等人去了靶场，遇到三太，三太竟然用枪对着郑群的头，威胁郑群别和他作对。淑娟十分震惊，赶紧打电话约如萍见面。来到海边，淑娟原本犹豫是否要把真相告诉如萍，但为了郑群的安危，还是决定忍痛说出当年所有真相，并请如萍阻止三太伤害郑群。如萍听完后几乎崩溃，没想到自己的枕边人竟然就是害自己家破人亡的人。如萍决定和三太同归于尽。经过一家水果摊，顺手摸走了一把西瓜刀，决定亲自上演月光光心慌慌的剧情。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杀完就没有戏演了，还会让萌萌不知道怎么教小孩。郑群焦急地到处寻找如萍，刚好看见如萍拿刀走在路上。经过郑群苦口婆心的劝说下，如萍终于打消杀人的念头。郑群承诺他，在婚礼后会带着他和哭一叔一起回美国。三太和慧君在客厅聊天，纳闷如萍怎还没下楼。三太上楼查看，正要开门前，手机响起，如萍抓紧时间将行李藏好。三太开门后问如萍怎还没下楼，如萍压抑着心里的怒气跟三太应对。后来三太提出要接哭一叔回来住，如萍忍不住发怒。三太表示自己是下命令，不是商量。如萍为了不坏事，只好答应。阿勇收到了汽油的检验报告，油的品质没有问题。想不透为何这阵子公司的货车总会突然抛锚。不久后，阿勇在送货的途中也遇到了问题，车子在上坡处突然抛锚，眼看就要出车祸了。阿勇决定跳车保命，半路车子突然失火，差点撞到骑脚踏车的文章。
看阿勇状态很差，文章自愿替阿勇送货。世昌和玉莲讶异，竟是文章送货来。阿勇随后赶到，但因跳车时撞到头，突然一阵晕眩，昏了过去。文章紧急将他送医。诗诗和陈浩赶到急诊室看阿勇，医生说只是轻微脑震荡。阿勇要诗诗别跟陈浩走太近，要找像文章这样的好人。陈浩介绍文章的身份给阿勇，阿勇惊讶文章也跟杨家有关，当场收回对他的称赞。文章回到杨氏物流，在洗手间梳洗换衣。佳瑶进来时没注意到有人，和世昌通话提到有的事，并请世昌约张总碰面商讨，全被文章听到。这天半夜，三太梦到如萍要离开杨家，吓得从梦中醒来，赶紧跑到如萍房间查看，还好如萍还在房里熟睡，三太忍不住从背后环抱如萍，装睡的如萍忍不住推开三太，害三太跌落床。三太错愕地问如萍为何推他，如萍表示自己做噩梦才下意识推人。多疑的三太不完全相信，为了监控如萍，表示近期内不准她出门。郑群接到如萍电话，得知她被禁足，淑娟打算帮他们到杨家，说要带如萍和慧君一起去做 SPA。三太不好拒绝，交代慧君好好看着如萍。三人离开后，三太不放心，便要天发也去跟踪。三位贵妇走进 SPA 馆，天发借机跟进，一间间检查郑群是否在里面。不料被当偷窥狂抓走，而淑娟请 SPA 馆经理帮忙安排，让如萍和胡一书等人在会议室见面。文章约文珍喝咖啡，文珍不解哥哥居然转性约自己喝咖啡，文章没说破。不一会儿，佳瑶和世昌带着张总前来，三人没发现文章和文珍在场，讨论要换回原本的油品。文珍这才知道佳瑶的换油事件，气得淋了佳瑶满头水，转身离去。回到家后，两人大吵。秋红得知后，狠狠修理佳瑶一顿。佳瑶求文珍替她保命换油一事，并承诺会马上换回原油。文珍竟要佳瑶下跪认错，一旁的秋红和佳玉则要佳瑶像个男人自己承担。最后佳瑶抛弃尊严，下跪请求老婆大人。无法接受的秋红和佳玉愤而离开。文珍和文章来见佳瑶和世昌，文珍要文章帮忙隐瞒换油事件，但文章表示为时已晚。众人不解，原来是新闻早已大幅报道。另一边，三太看着新闻报道换油事件，愤怒不已。慧君还提火救油的说，佳瑶投资9份开发案的钱，不会就是这样来的吧？三太眼神透露着怒火。佳瑶要完蛋喽！文珍接到三太电话，两人立刻前往认罪。文珍拼命向三太求情，表示一切都是世昌主谋。佳瑶不忍，跳出维护父亲，表示自己才是主谋。文珍极力用亲情说服三太，三太不忍文珍，便将佳瑶降为司机。离开后，暗示天发找人教训佳瑶，将佳瑶压制无人处，狠狠揍了一顿。阿勇和思思讨论着换油事件，忽然想起可能是世昌偷换阿勇要拿去验的油，利用思思帮他办出院手续的空档，离开去找世昌算账。阿勇痛骂世昌，世昌悔恨不已，但一切都已于事无补。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多情，想要更快速了解多情真事，下周也别忘了持续锁定一周多情。喜欢的朋友们也记得分享出去哦。